我第一次向沈毅低头，却不是为了求饶，而是为了还债。只因我曾用金钱一步一步逼他放下了所有尊严。很多年前，我包养过一个叫沈毅的练习生，整整2年，我用钱将他牢牢锁在我身边，让他对我言听计从，也亲手碾碎了他所有的骄傲。后来我家破产，背负巨债，而他却以断层的人气成功出道，站在了光芒万丈的舞台中央。在见面时，我正狼狈地摔在他的豪车旁，一身溅满泥泞的外卖服，像极了我如今破碎不堪的生活。那天雨下得极大，我急着送一单外卖，车速不免快了些。拐弯的刹那，一道刺眼的车灯照来，我慌忙刹车，却已经来不及。电瓶车失控翻倒，我重重摔在地上，泥水溅了我满身。而更让我心头一沉的是那辆迈凯伦车头碎裂的灯壳。完了，这灯我赔不起，少说也要2万。雨水噼里啪啦砸在我的头盔上，我坐在地上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逆行超载确实是我的全责。车门打开，有人踏着水走来，我低着头机械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在这里拐弯。”一个甜腻又带着关切的女声响起。天哪，你没事吧？我抬起头，愣在原地。是苏瑶瑶，那个常上热搜，被粉丝称为国民甜妹的女明星。而她身旁那个撑着黑伞一言不发的男人是沈毅，那个曾经在我身边待了整整2年，任我予取予求的练习生。1周前就听说期待的生活节目组来了我们小镇取景，沈毅作为新晋顶流，苏瑶瑶作为当红小花，都是节目里最耀眼的嘉宾。这些天，整个小镇都因为他们沸腾，家家户户都想亲眼见见这些光鲜亮丽的大明星。只有我千方百计躲着他们走，可命运弄人，最终还是以最狼狈的方式撞了个正着。沈毅蹲下身，伸手摘掉了我的头盔，他手指修长白皙，触到我脸颊的时候却像带着冰碴。原车定损出来后，记得赔钱。他语气冷得像淬了冰。苏瑶瑶轻轻拽了拽他的外套，小声劝道：“算了吧，他看起来挺不容易的。”他却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声音没有一丝波澜。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错误是指我不该撞坏他的车灯，还是当初不该那样碾碎他的尊严？我自嘲地扯了扯嘴角，从湿透的口袋里摸出身份证，递给他。你放心，身份证压你这儿，我不会赖账。如果可以，我现在还得去送外卖。我忍着痛扶起电瓶车，把没完全摔坏的外卖箱整理好，重新塞了回去。血从腿上不断往下淌，混着泥水，我也只是随手抹去。刚要骑上车，却被沈毅伸手拦住。下一秒，他一把拎起我的外卖箱，转身放进了他的后备箱。我送你去医院。我刚想拒绝，他却不容置疑地说：“万一你骑车路上出事，责任就说不清了。”我没再坚持，只轻声问：“能先让我送完这单外卖吗？”他背对着我，机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我浑身湿透，坐进他车的后座。副驾驶上是苏瑶瑶，她透过后视镜看我，语气温和地问：“你普通话很标准呀，不像本地人，是外来工作的吗？”我低低嗯了一声。很小的时候在这待过。他笑了笑，继续搭话：“怎么会想着回老家生活呀？是因为这里有牵挂的人吗？”我脑袋昏沉，胡乱应了一声，胃里一阵翻搅，实在不想多说话。透过后视镜，我撞上沈毅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，他很快移开视线，而下一秒车速陡然加快。到了送货点，沈毅一言不发地下车帮我递外卖。顾客签收时，盯着他看了半天，然后拉着我巧声问：“这是不是那个选秀出来的爱豆啊？好像那个沈毅。”我连忙敷衍：“你看错了，这是我一弟弟，来旅游的。”一回头，正对上沈毅幽潭一般的目光。这句话我好像以前也说过。刚签下他那个暑假，我带他去各种聚会。一次朋友的生日宴上，有人半开玩笑地问：“哟，乔安这么帅，哪儿找的？花了多少钱？”我记得当时沈毅身体绷得很紧，脸上写满难堪。我晃着红酒，斜倚在他身旁，对众人懒懒一笑：“胡说什么呢？这我一弟弟。”医院离得不远，5分钟车程就到了。他戴好口罩和鸭舌帽，陪我在窗口建档挂号，自始至终都背靠着护栏，不远不近地站着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总是这样安静，安静地站在我窗外，安静地站在练习室，安静地站在舞台边缘。3年过去了，他好像什么都没变，还是那个书里又耀眼的少年，又好像什么都变了，不再是那个任我拿捏的沉默男孩。恍惚间，他修长的身影仿佛和记忆里那个贫穷却青春昂扬的少年重叠在一起。我想起第一次见他，他那时才18岁，为了重病的母亲来找他父亲要钱。他父亲是我家园丁，根本拿不出钱。我隔着落地窗用镜头捕捉他在阳光下的手臂和小腿。后来我递给他1万块，要他做我1天的模特，他照做了。那时他打了好几份工，勉强维持母亲的医疗费，可终究是杯水车薪。他走那晚来谢我，我趁着酒意在他耳边问：“想不想活得轻松一点？”他蹙眉摇头，拒绝的干脆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又打来电话，声音低哑：“乔小姐，您对我还有兴趣吗？”我赶到医院重症监护室时，他
他正捏着天价的缴费单，靠在墙边，像一株被积雪压折的青松。我想伸手碰碰他，却抓了个空。混乱中，我喊了一声沈毅，直到真正抓住什么，才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说：“有点轻微脑震荡，回去好好休息几天。”我意识不清，条件反射的回：“明天还要送外卖。”严肃的，那不行，必须休息。我彻底清醒过来，才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，而紧紧攥着的是沈毅的手。我万分尴尬地松开，别开视线。躺在病床上留观的那1个小时，每一秒都像在滚油上煎熬。苏瑶瑶有急事，先回了节目组。偌大的病房只剩下我和沈毅2个人，挂钟滴答作响，是房间里唯一的声响。我装作头晕，翻了个身，背对着他。过了很久，我低声说：“要不你先去忙吧。”片刻，他冷冷开口：“你连一句很久不见都说不出口吗？”沉默像一条河，横亘在我们之间。是很久不见了，我轻声答。我看你过得挺好的，也就没问。你是怎么判断我过得好还是不好？他反问。我掖了掖被子，没看他。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你如今是大明星，过得比这世界上95%的人都好。他突然伸手将我搬过来，逼我直视他。那你呢？你过得好吗？挺好的。我答得很快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什么都没说。离开的时候，他被一个小护士认了出来，立刻被一群人围住要签名。我没有停留，悄悄走了。回家后，我从一个漆面斑驳的抽屉里翻出一个白色软皮本子，里面写满了名字，有些已经还清欠款划掉了，有些标了星号，表示对方家里急需用钱。这些都是当年我家化工厂事故中的受伤工人，父亲作为责任人被判刑，家里所有资产都用于赔偿，却仍远远不够。我去探监时，父亲老泪纵横：“是爸爸对不起你，那些债你等爸爸出来，爸爸想办法还。”我握着他苍老的手，只说了一个字：好。这几年我花光所有积蓄，没日没夜工作，一笔一笔的还，可还是不够。有些人过得比我还苦，来电问我能否先还一部分时，总是小心翼翼，充满歉意。也有些愤怒至极的，会定期打来电话骂我。正当我思考这周该先还谁时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，是沈毅。乔安，我在你家门口。听见他喊我的名字，我怔了片刻，那么熟悉，却又那么陌生。太晚了，不方便。他语气不变。车灯定损出来了，你告诉我金额就好，身份证在你那儿，我不会跑。他的声音更冷了些。你电瓶车不要了。我推开院门，看到他站在昏暗的月光下，满身贵气的他与旁边那辆蹭掉大片漆的2手电瓶车格格不入。我停在门口，没再往前。谢谢你帮我把车送回来，其实放路边也没事，镇上人都朴实，没人偷。顿了顿，我问车灯多少钱？他一步步走近，在我身前投下一道阴影，强烈的压迫感让我不由自主后退2步。他凝视着我的眼睛，目光最终落在我的唇上。你现在有钱还吗？我语塞，我确实没有，在我的债务本上，沈毅甚至排不进前30页。给我点时间，我会还你的。沈毅的声音清冷如月色。其实你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。还记得你第一次买我的游戏吗？1万块1天，车灯2万，你给我2天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我终于明白了他那句话的意思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我喉头干涩，说不出话。他嗤笑一声，放心，我不会睡你。好，我听见自己说，2万对现在的我来说不是小数目，况且我也不想因为这2万块和他继续无休止的纠缠下去。上车后，他一路疾驰，最终停在了半山腰的一栋别墅前。我知道这里，从我家小院抬头就能远远望见。起初住的是个外国摄影师，后来空置了2年，半年前被人买下，但一直没人常住。原来是他买的。想起隔壁菜摊小妹说的，这里是苏瑶瑶幼时的老家，2人可能要在这里官宣恋情，想必是为了他买的。我站在大门前，犹豫着没有进去。他回头看我，语气听不出情绪。怎么，后悔了？我轻声提醒，苏瑶瑶的衣服我还没还给她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，但总觉得不合时宜，所以我想提醒他，他现在并非单身。推门进去，声音渐远，他不缺那一身衣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跟在他身后走进别墅。别墅内部很空，没什么居住的痕迹，冷清的像样板间。沈毅取了酒杯，自顾自倒酒，然后走到落地窗前，望着山下的景色出神。我局促地站在原地，问他：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回答我的是长久的沉默。我又问了一遍：沈毅，你脱衣服。他打断我，声音没有一丝波澜。我愣在原地。许多年前，我也是这样端着酒杯让他脱衣服。那一次，我替他交清了50万的手术费，而他打包了所有行李，来到我给他的地址。我的工作室。他局促地站在宽敞的玻璃房里，而我手持镜头，冷静地审视他，说：脱衣服。他面无血色，一件件脱下的衣服，仅剩最后一件时，他紧扣的掌心几乎掐出血印。当时的我说了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让他继续脱。那时候我从没想过
我和他会有位置对调的一天。我语气平静，拖可以，但我……他声音依旧没有起伏。我说了不睡你，就一定不睡你。那你让我脱衣服是想做什么？我抬头看他，我虽然缺钱，但也不会为了2万块就供人赏玩。当初我让他脱是为了实心相机，他如今让我脱是为了羞辱我吗？他走近我，靠在我耳边，气息微热，声音却冷。你不会为了2万块供人赏玩是吗？乔安，那20万呢？200万呢？2000万呢？20万能让我彻底还清一笔债，200万能让我喘一大口气，2000万能解决我一半的债务。所以我没有再犹豫。脱衣服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想起当年的沈毅，他是否也怀着同样的心情，在我面前一件件剥去尊严。和沈毅在一起的那2年，我拍了他很多照片，穿衣服的、没穿衣服的都有。我痴迷于用镜头捕捉他不同的场景、不同的光影、不同的情绪。最初他是羞愤的，后来渐渐顺从。想他的时候，一个电话，他就会出现在我家门口。有空时，我会带他满世界跑，去采尔马特滑雪，去斐济潜水追海豚，去金字塔跳伞，去京都听鱼。每个地方都留下了让我满意的作品。我们同吃同住同行，却始终没有越过最后那道线。我不是什么清心寡欲的人，替他交医药费，最初只是因为那笔钱对我而言不算什么，没有碰他。起初是不想破坏自己创作的纯粹感，至于后来是因为什么，我自己也说不清了。我们以一种奇怪的关系相处了近2年，身边所有人都认为我在玩弄他，而且玩得相当过分，连我那很少管我的父亲都曾委婉提醒我别玩过火。但事实上，我只是沉迷于将他留在我的镜头里。第一次真正越线是去看他的一场比赛，他作为 C 位，在台上光芒四射。表演结束时，他满身是汗地朝我走来，那一刻我指尖发麻，某种情绪悄然涌动。结束后，我带他回酒店套房，他看着我的眼神乖巧又迷茫，像只被雨淋湿的小狗，与台上那个自信耀眼的他判若两人。空气里的暧昧越来越浓，我起身抚上他的脸，指尖划过他脖颈，几乎就要吻上去的瞬间，他却微微偏开了头。我骤然清醒，眼神冷了下来。那之后，我们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，几乎断了联系。半个月后，他告诉我自己被选送去参加选秀。我说好，祝贺你。他问可以见一面吗？我把手机扔到一边，没有回复。最后是他来找的我。那晚，我们并肩坐在摩天大楼的天台边缘，脚下是城市的万家灯火。他曾经问过我，为什么只拍他？你为什么只拍我，不拍别人？我当时答，等我拍腻了，自然就换下一个。他垂下眼，轻声说，知道了。我没告诉他，其实我根本拍不腻他。人们都说镜头是有感情的，爱你的人才会把你拍得最好看，所以我拍不出好看的别人，我不爱他们。那晚他终于开口，乔安，上次是我不对，无论如何我不该躲开。我轻笑，沈毅，男欢女爱讲究你情我愿，你不愿意我不强求。话音未落，脸颊上传来一阵温热的触感，沈毅吻了我，声色而慌张。他小心翼翼地问，你会来看我比赛吗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分辨不出他是怕我生气，还是别有期待。就像后来他在我床边脱去上衣，紧张而坚定地将我的手拉向他腹肌时，我也同样看不透他的心思。没关系，我不需要答案，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足够了。我单手捧住他的脸，在他唇边低语，这才叫吻。沈毅去参加比赛后，我在录制地附近住了下来，日子很无聊，一次没留神，我还扭伤了脚。给沈毅发信息，他没回，集训日程紧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假期，估计是指望不上了。于是我打给当地的朋友，让他帮我找个靠谱的护工。朋友笑嘻嘻道，懂，马上给你安排个养眼的。结果他给我安排了个男模。沈毅满身汗水突然出现在门口时，那位男模正捧着我的脚，对照视频帮我正骨。沈毅没多问，放下东西就蹲下身帮我处理脚踝。我解释，这是刚来的护工。沈毅闷声道，他看着不像护工。男模不满，我就是护工，不能因为我长得帅就怀疑我的专业能力。说完又朝我调笑，今晚我睡你房间地板吧，方便照顾你。沈毅沉沉放下水杯，声音里带着罕见的怒意，你睡客厅沙发。当晚沈毅抱着被子在我床边打地铺。我们之前同住一屋的情况很多，但这次气氛明显不同。半夜他闷声问我，明天可以让他走吗？我请了1周的假，我能照顾你。我撑着头开玩笑，怎么吃醋了？他不回答，突然站起身，边走边脱上衣，裸着上身走到我面前。乔安，他的模样和身材有我好吗？他又抓住我的手，按在自己的腹肌上。有吗？我比任何人都熟悉他的身体，每一寸肌肉的线条，每一处骨骼的走向，都深深刻在我脑海里。但这样直接而热烈的触碰还是第一次。他的身体炙热坚硬，呼吸沉重紧张。我抬眼看他，沈毅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他颤抖着手指抚上我的唇，轻轻摩挲，声音阴哑，我在取悦你，勾引你。这句话让本就暧昧的空气瞬间升温。我轻咬他指尖的刹那，他猛地倒吸一口气，一个
急切而生涩的吻如暴风雨般落下，几乎让我窒息。喘息间，他的手自我腰间一路向下，我及时捉住了他。沈毅，外面还有人。他呼吸不稳，所以说明天让他走好吗？很难讲那晚到底是谁诱惑了谁，毕竟我留下那个男模本就存了刺激他的心思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躺在一个陌生的卧室，黑白色调，简洁冷峻，除了我，空无一人。我抱着被子，努力回想昨晚，在沈毅冰冷的目光下，我一件件脱去衣服，他就站在那里静静看着，眼里没有报复的快感，也没有欲望的痕迹，空空洞洞，仿佛在看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。我忍不住回想，当年他一次次在我面前脱下衣服时，我是否也是这样的眼神？是的，差不多。当我脱到只剩最后2件时，沈毅突然放下了酒杯，我指尖刚搭上肩带，他却猛地背过身去，声音低哑：“停。”说完，他竟一言不发的直接转身离开了别墅。半小时后，一个陌生女人来了，礼貌地向我介绍了别墅的设施，并请我在这里留宿2天。留宿2天？他答：“是的，程先生是这么交代的。”于是，我久违地好好的洗了个热水澡，然后睡在了舒适宽大又柔软的大床上。整整2天，我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好好的吃饭，安安稳稳的睡觉。最后一天清晨，我发现身份证放在床头，不知道是沈毅来过还是管家放的。这意思很明白，2天2万2清了。我拿起身份证，看着床头柜上他安静的照片，他终究是违背不了自己的本性，做不出真正恶劣的事。后来几天，生活恢复如常，我继续早出晚归送外卖。一天清晨，在菜市场忙着绑外卖时，我正算着父亲还有多久出狱，一个阳光的男生突然炸响，让我帮忙拍合照。我抬头看到了偶像演员南航以及几个跟拍摄像机，他身后不远处还站着沈毅。沈毅看向我的眼神像看一个陌生人，于是我举起手机镜头对准他们，对准他。晚上，菜摊小妹大呼小叫着冲进我的小院，当天的直播弹幕里好多条都在讨论我，说我是个隐藏的摄影师，让工作室学学，精修图还不如外卖员随手一拍。没过2天，我接到了节目组的电话，让我送餐过去，说是晚上要加餐。我喊了菜摊小妹一起去了节目组在郊区的院子，远远的看到沈毅和一众明星围坐在一起，轻松愉快的聊天，隐约能听到沈毅和苏瑶瑶的名字被频繁提起，夹杂着苏瑶瑶甜美的笑声。我低头数钱时，南航在那边炸了锅，他冲着苏瑶瑶不满道：“你说了不算，得让外人来评评理。”接着又朝我大声喊：“那位姐姐，你说我们几个人里谁最帅？”帮我送货的菜摊小妹先走了过去，气鼓鼓地说：“我比你还小呢。还有，我觉得沈毅最帅，从哪个角度看都帅。”菜摊小妹是沈毅的铁杆粉丝，以前总爱向我播报他的消息，众人哄笑起来，苏瑶瑶也笑。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，南航你就别自取其辱了。南航不服气，起身把脸凑到我面前：“你来说，我和沈毅谁帅？”他背着众人，偷偷朝我挤眉弄眼，求我给点面子。沈毅远远坐着，并没有看我，但我用余光瞥见他端起了茶杯，却没有喝。我顿了顿，满足南航道：“你更帅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出了院门，身后似乎传来杯子碎裂的声音，但与我无关。那片光影交错的欢乐场本就与讨生活的我无关，但终究还是扯上了关系。我露脸不多，却在节目里的讨论度莫名越来越高。节目组嗅觉灵敏，制片人很快找到我，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技能，想给我安排点彩蛋环节，说是1天5000，维持我之前的冷淡风格就行。于是我接了个给嘉宾拍摄难忘时刻的任务，第一个拍的是南航，他上来就试图拉拢我：“姐，给我拍好看点哈，我可是靠脸吃饭的。”拍完他又卖力吹捧：“我天，拍得太好了吧？你是不是学过摄影啊？”在纽约大学学过一点。他整个震惊住。那你在这儿送外卖？我没说话，领着他到小镇上转了一圈，然后我告诉他，送外卖是我的工作，拍摄现在只是我的爱好，两者并不冲突。南航第一次由衷赞叹：“你真挺特别的。”这期直播后，南航对我的态度从虚假的客气变成了真实的亲近，像是真把我当朋友了。其他嘉宾，包括苏瑶瑶，对我也都客客气气，只有沈毅不一样。在小院拍摄的几天，他都刻意避开我，我在的场合他会立刻离开。我客气地和他打招呼，他也只是疏离地点点头。生活教会我的一件事，就是要想自己活得轻松，就绝不自寻烦恼。所以我没把这事放心上，只盘算着怎么引导嘉宾们多去些小镇的特色地方，多吸引点游客和投资，顺便自己也能多攒点钱。给苏瑶瑶拍摄难忘时刻时，我提着干洗好的 Gucci 衣服给她，她抬手笑笑说送我了。和沈毅说的一样，她确实不缺这一身衣服。她和我坐在小院的树下，四周无人打扰，只有我的相机在安静工作。苏瑶瑶在拍照前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你失去过很重要的人吗？”我知道
他并不是真的在问我。我失去过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他自顾自说着，眼神有些飘远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在曼城认识了一个哥哥，我们非常要好。后来我家搬去了国外，就和他断了联系。原以为再也见不到了，没想到会在舞台上看到他。我当时太激动了，本来要送给朋友的花都错送给了他。我默不作声，那个画面我记得很清楚。我家出事时，沈毅正在参加最后一场比赛。深夜的电视上，我看到了他以第1名出道的画面。直播镜头里，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孩捧着鲜花冲到了他面前。沈毅的脸上由惊讶转为惊喜，嘴唇微动，说着什么。和我在一起时，他总是忧郁而沉默的，可电视里的他脸上洋溢着我从未见过的自信和喜悦。拍好特写准备离开时，听到几个工作人员在旁边聊天，讨论苏瑶瑶这算不算在节目里官宣恋情。一个说算，一个说不算。你见过哪家 CP 是单方面官宣的？不管了，咱们节目肯定会报，就等明天正式官宣了，估计全网程序员都得加班。我关掉镜头，默默离开。只是不知怎么的，那晚总是睡不着。第二天，我很早就到了节目组，沈毅到得更早，靠在小院老槐树下的藤椅上，似乎睡着了。节目拍摄的这几天，他都没怎么搭理我，所以我识趣地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但沈毅还是被吵醒了，我听到倒水、喝水的声音，我没有看他，但莫名觉得他的视线一直若有若无地落在我身上。这几天，南航只要一有空，就会围着我转。前几天节目组搞了个双人拔河游戏，南航没有搭档，就拉我参加。我们赢了另一组后，和沈毅、苏瑶瑶对决，原本快输了，结果他们那边不知谁松了劲，我和南航一下子摔在了一起。南航爱开玩笑惯了，虚抱着我说：“漂亮姐姐，才发现你长得还挺好看的。”从那之后，他就老爱黏着我。此刻，他跟在我身后打转，问我要不要给他当经纪人兼私人造型师。你要是不想离开这儿，我可以把我工作室搬过来。我不会当经纪人，我婉拒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让我现在的经纪人教你。过了一会儿，南航突然又和沈毅开起玩笑：“沈毅哥，你怎么一大早就喝酒啊？是不是为了一会儿那啥壮胆啊？嘿嘿。”我看过去，沈毅真的在喝酒。官宣恋情需要喝酒壮胆吗？南航还在叽叽喳喳，沈毅则一杯接一杯的喝。节目开始前，他又连着喝了2杯。我静静坐着，等待他发布拍摄指令，他却一言不发地突然站起身，关了直播设备，几步走到我面前，俯身，双臂撑在我的座椅扶手上，将我圈在其中。他低头凝视我，语气凉薄：“你很厉害，不到2天，南航已经开口闭口都是你了，都穷困到这样了，还不忘勾搭小男生吗？”我偏过头想躲开，发什么神经？他一把将我按回椅子里，凑近我耳边，呼吸几乎可闻。勾搭他是为了钱吗？南航可以给你的，我都能给你。你想挣钱，想做什么都好，我都可以帮你。你知道的，我什么都会比他做得更好。乔安，你知道的，不是吗？我知道吗？也许我是知道的，至少和他分手的那一天，我是知道的。他从舞台下来后跑来见我，却撞见我正在画那个男模。男模几乎全裸，慵懒地躺在那张绸缎沙发上，那张只有沈毅躺过的沙发上。沈毅僵在原地，无声无息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而我却没有停下手里的画笔。他红着眼睛走到我身边，声音很低：“你想画别人，我理解的，没关系。乔安，你看到我出道了吗？我以后就是……”我眼神空洞地看着他，残忍地打断：“沈毅，我腻了。”递过去一张银行流水单，这是你转给我的钱，一共26万，大部分是他参加各种比赛攒的奖金，剩下的不用还了，本来就是你当模特的酬劳。他紧紧攥着那张纸，喃喃自语：“模特。”他的手指最后一次颤抖着轻抚我的脸颊，满目悲伤地凝视着我，指尖一路下滑，抵着我的胸口。乔安，你这里是空的吗？我没有回答，我永远忘不了沈毅狼狈而落魄的摔门而出时的样子，所以我可以理解他的冷漠，他的反复无常。当初我用最伤他的方式分手，他一句过分的话都没说，甚至第2天就转给了我剩余的钱。我至今不知道他是怎么凑到那笔钱的。遇到我这样绝情的前任，他已经足够克制，足够体面，现在大概是醉了才会说胡话，才会失态。冷声提醒他：“沈毅，你喝醉了，别忘了你是有女朋友的人。至于我和南航怎么样，你无权过问。”沈毅这才松开对我的禁锢，站起身，喃喃道：“无权过问，是你说的对。”这时导演在外面问：“直播怎么断了？耳麦也没声了。”南航的声音也冒出来：“漂亮姐姐，需要帮忙吗？”沈毅转身走了出去。抱歉，舞蹈刚才不小心碰到线了，给我15分钟，稍后再开始。等他再回来时，脸上清爽了许多，像是去醒了酒。他客客气气地向我道歉，又说可以开始了。等我打开镜头时，他已恢复了平常的模样，疏离、客气、平静，
和刚才判若两人。我有些怔忡，他要官宣了吗？他开始了自己的讲述。我不想拍自己的特写，因为我这辈子所有的特写时刻都与同一个人有关。耳麦里传来导演激动的声音。沈毅，你是要官宣吗？又听到导演通知工作人员，快告诉社媒宣发组做好准备，今天节目要爆。还有，让苏瑶瑶个彩结束后赶紧过来。沈毅皱了皱眉，直接把耳麦摘了，继续说着。他曾是我生命里唯一的光，他教会了我很多事，他教会我爱，教会我期待，也同时教会了我恨。以前我以为所有美好的词都属于他，后来我发现所有丑陋的词也都可以形容他。我以为自己对他来说是特别的，我以为他对我终究是不一样的，可他从未真正把我放在心上。事实上，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心。他移开视线，不再看镜头，而是如鹰隼般凝视着我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该死的，疯狂的，不可救药地。我用力举着相机，指尖因用力而发白。沈毅轻声说完了最后一句，爱着他。我说我爱你。当他说出最后一句话时，目光穿透镜头，直直地望着我，像过去无数次那样。整个节目组安静得像掉进了冰窟。这哪里是官宣？这听起来和苏瑶瑶没有半点关系。终于，导演在耳麦里激动地喊：太炸裂了！不过没关系，都一样。直播爆了，热度疯涨，摄影师快推特写，对准他的眼泪。在沈毅的注视下，我几次调整呼吸，试图稳住情绪。最终，我站起身，扔掉了耳麦。我想起初见他的那个盛夏，想起他顶着风雪来找我的那个深冬，想起午夜沙发他安静的睡颜，想起他每一次望向我的眼神，想起他青涩而热烈的吻，想起他破碎而绝望的目光。那些被刻意封存的记忆，连年克制的情绪，在刹那间倾泻而出，铺天盖地地将我吞没。他成功出道那天，我刚从父亲的监狱出来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和他之间已经隔开了巨大的差距。离开父亲的光环，我什么也不是。从小生活优渥，没吃过苦，在国外念了个艺术硕士，自诩艺术家却没什么成就，借着父亲的资源办过几次展览，也没卖出几幅作品。而沈毅，他不一样，他从小没有任何依靠，背着重病的母亲，一步步走到了属于他的巅峰。他的世界将充满掌声和鲜花，会有让他真心欢笑的女孩陪伴左右。而我的世界已经坍塌，狱中的父亲，孤独的自己，巨额的外债，我没有资格让一个刚刚挣扎出黑夜的男孩重新踏入泥潭。我也没信心他会为了我走入这片泥潭。于是，在他可能放弃我之前，我选择了先离开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各大媒体的头条都被那幅画和那场直播占据，很多艺术博主结合沈毅的描述，解读我摔掉镜头那一刻的反应。同时，舆论的海啸也来得很快，全网都在寻找那个破了世界冠军沈毅的女人。很明显，不会是国民甜妹苏瑶瑶，她自己也出来澄清，早说了10000遍，我和阿义只是好朋友，你们怎么就是不信呢？小时候的玩伴就一定是恋人吗？经常见面就是在偷偷交往吗？沈毅早年所有的微博新闻都被翻了出来，再后来也有声音开始指向我。第一个确定是我的，是苏瑶瑶，她找到我，一改往日的甜美风格，郑重地说：我本来也不确定是你。你撞上车那天，阿义在车里紧张的手抖气喘，却还说着狠话，非要送你去医院。到了医院又让我给你拿干净衣服，我就猜到可能是你了。这几年他到处跑，找你找得很辛苦，知道你可能在这里后，又是偷偷住在半山别墅，又是投这个综艺，可真找到你了，却又不敢靠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自信优秀的一个人，在你面前会变得那么自卑，那么小心翼翼。我也不知道当初是什么原因，让你非要离开他不可。乔安，如果仅仅是因为你父亲的事，也许你该对他有点信心。这世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，如果有困难就一起解决，如果真的不喜欢，也好歹给他一个明确的解释，帮他彻底走出来。我试探过你很多次，说实话，我也看不透你到底想要什么，大概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说完他就离开了。节目结束那天，沈毅站在小院里，眼神破碎地看着我，我心乱如麻。那句他期待已久的回应卡在我的喉咙里，怎么也说不出口。监狱里的父亲，巨额的外债，现实没有任何改变，我有什么资格回应他？最后他释然般地笑了笑，转身离开了小院。当天晚上